在冈比亚的海滩，你总能看到这么一个情况：20来岁的黑人小伙牵着一个够他喊奶奶的白人大妈，你以为是祖孙和睦，实际上人家可是恩爱鸳鸯。这就是冈比亚最具特色的旅游项目——黑色大宝剑。白人大妈求爱，黑人小伙呢也乐意上，毕竟不仅身体能享受，还能轻轻松松日入200美元，更带来了20%的 GDP。然而政府呢却准备严厉打击，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？今天秋哥就带大家来了解了解。冈比亚位于非洲西部，西临大西洋，整个国家呢就像是蚯蚓一样，国土面积呢不大，只有约1.1万平方公里，人口呢也不算多，只有270万人。对于这么一个小国呢，估计知道的人也不多。人家最出名的是出了2任奇葩总统，虽然不像非洲3大暴君那样吃人肉、喝人血、杀人如麻，但也是个嘴强王者。前一个呢敢对苏联领导人竖中指，之后又伸手向苏联要援助，苏联不给，就号称有800精兵，保证在3天之内占领苏联。不过这些总统呢，因为发不起工资，然后就被自己的精兵给推翻了。而继任者呢，同样也是一个奇葩，兽医出身，平时治动物也就算了，他还表示自己有神秘的力量，能治疗艾滋病和哮喘。和自己的前辈一样，这位新总统呢也说，只要出动1000人，3小时踏平欧洲，半天横扫美国，1天就能让中国改名换姓。把无常怼了个遍。要想上一个这么干的，已经上初中了。虽然实力举世无敌，但冈比亚呢也不是没有问题。冈比亚的实力强吗？强啊，怎么不强？放眼整个世界，估计只有同档次的韩国可以与一战。至于为啥现在没有横扫全球，大概是因为穷吧。人均 GDP 才800美元出头，人家是要资源没资源，要土地没土地，工业没有，农业呢也还得进口粮食。好在有点临海，周边的渔业资源丰富，巅峰时期呢各种渔船多达7万艘。不过也因为捞鱼的人太多，捕捞过度，收入大不如前。那怎么办呢？只能发展旅游业了。但问题是自家好像也没啥好玩的，虽然有海滩，但世界上有海滩的多了去了。美国还有个最性感的海滩，这怎么比？根本比不了一点。于是冈比亚另辟蹊径，虽然他没有最性感海滩，但有最性感的人呢。咱们这儿的小伙年轻健壮又温柔，关键是活还好，然后跑去曾经的老东家英国那里去打广告。别说这么一番折腾，还真吸引了不少有钱的白人退休大妈，不少人当场就订了机票，打算飞过去看看这活究竟多好。这一尝试啊，哎呦，这里的小伙子还真不错，有种找到初恋的感觉。很快冈比亚的旅游业瞬间打开了局面，不仅是英国的大妈来了，甚至是整个欧洲那些老年姐妹团呢都涌入冈比亚，目的也很简单，就是想找一个精壮的小伙一起做点运动啥的。而旅游业成为了冈比亚的支柱产业，它的收入占了冈比亚全国总 GDP 的20%。不得不说，那些大妈是真有钱呐。而冈比亚也毫不意外的成了英国大妈退休的天堂，甚至说整个西方大妈的后花园。全世界那么多国家，为啥欧洲的白人大妈就非得跑冈比亚来呢？主要吧是冈比亚在过去是英国殖民地，说的是英语，在交流上呢是没有任何问题的。其次，会来这儿的人呢基本上都是情感失意，不是离婚就是失恋。在这个时候呢，他们通常都想找一个地方好好的缓解心情，要是能开启一段浪漫之旅，那最好不过。虽然这些拿退休金的大妈在本国可能不算有钱，但在冈比亚个个都是小富婆，也难怪冈比亚也不介意年纪大，反而都赶着上。毕竟和他们来段恋爱，1天就能拿到200美元。要知道冈比亚月均收入呢不到300人民币，一个月下来呢赚的钱是当地好几个月的收入。除了赚钱外，这些小伙也是有理想的，万一哪个大妈上了头，直接带着他移民去欧洲过上了好日子呢。但这种情况呢最终只有2种结果，要么是和小伙生活一辈子，要么就是小伙拿到绿卡反手就抛弃自己的老 baby。 靠着这个项目，冈比亚是赚到了一些钱，不过政府呢却对这些老 baby 发出警告，要他们马上离开。好的呢，怎么就开始逐客了呢？因为钱是赚到了，但把国家的名声给搞差了呀。他们发展旅游业要的是优质客户，来咱这儿欣赏风景和文化的，不是让来这瞎搞的。这么搞的话，究竟把这当什么了？妓院吗？为了表示强硬态度，冈比亚甚至打算出台一些法律，安排警察在海滩上巡逻，用暴力的方式来制止这些行为。至于有没有用吧，那就不知道了。好了，本期视频到这儿就结束了，麻烦各位看官，你发自己的小手给了一点赞，关注呗，咱们下期再见。